一个发现男友不甘寂寞去鬼混，一个白月光订婚，双双失意的两人在酒店度过了荒唐的一夜。本以为再无交集，江南却突然被调往总部，成为新任总裁的私人秘书。见面那一刻，江南大脑宕机，心跳骤停。昨晚的艳遇对象居然是他的老板。江南觉得自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猛地一转头，床的另一侧，一个陌生男人正睡得安详。昨晚的记忆像幻灯片一样闪过，他的脸瞬间烧得滚烫。他疯了吗？居然和一个陌生人睡了。现在不是懊悔的时候。36计，走为上策。他悄咪咪地抬脚下床，谁知腿一软，直接摔了个结结实实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连忙捂住嘴，不让自己惨叫出声。他慌乱地在地上摸索着衣服，一抓全是男人的，再瞅一眼，自己的内衣挂在沙发上，摇摇晃晃，像是在嘲笑他。见鬼了！他胡乱披上男人的白衬衫，颤颤巍巍地挪到沙发前，刚抓起衣服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：走！妈呀！江南吓得差点把内衣甩他脸上，连忙拽紧衬衫的领口，生怕走光。江南终于看清了昨晚的艳遇对象。昨晚在酒吧乌漆嘛黑的灯光下，他只知道男人长得很高。现在江南终于看清他的模样了，深邃的眼眸，高挺的鼻梁，五官分明，硬朗的五官中带着一丝精致，下颚线流畅，骨相优越，任谁都不得不承认这张脸非常好看。他还真能抓，随便一抓就抓住个极品。江南一边感叹老天爷真是偏心，一边咽了口唾沫，强装镇定：早。男人挑眉，语调懒洋洋：早。江南内心疯狂呐喊：冷静，冷静。表面却维持着风轻云淡，一点一点收拢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浴室，关上门。他连忙打开水龙头，猛泼自己几把冷水。江南啊江南，你是被猪油蒙了心吗？等脸不那么烫了，他才深吸一口气。江南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。他抽了几张纸巾，把脸上的水渍擦干，深呼吸后拉开浴室的门。男人已经穿好了裤子，衬衫还在他身上。他懒懒地扫了他一眼：我的衬衫。不好意思。江南一时间不知道是应该丢过去还是递过去，最后还是怂怂地走过去，把衬衫递给他，然后迅速转身背对他。男人慢条斯理地穿上衣服，扣上扣子：昨晚需要我负责。两人同时开口。男人挑眉：你先说。江南面不改色，心却慌的一批，强撑着说道：先生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睡一觉而已。男欢女爱在这个社会很普遍，你情我愿的事谈不上负责二字，出了这个门就当彼此不认识。男人微微挑眉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半晌才缓缓吐出一个字：好。江南拎起包，潇洒的一挥手：拜。门一关上，男人回头，视线落在床单上那抹浅浅的血迹，轻嗤一声，装的还挺像。江南一路狂奔到电梯口，心跳得像是擂鼓。他按住自己跳动的厉害的心脏，走到旁边的小公园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长椅上，猛地抓了抓头发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电话震动，来电显示蒋依依。江南接起，声音无比虚弱：喂。蒋依依听他声音不对，狐疑道：怎么听起来这么虚？你不会还没醒吧？江南猛摇头：江爷爷的身体怎么样？好在只是轻微脑出血，半夜做了微创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蒋依依说着，突然听到电话那头传来鸟叫声，他眉头一皱，警觉地问：你在哪里？江南沉默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把昨晚的事告诉了他。蒋依依沉默了3秒，突然一声惊呼：吴家有女长大了。挂了电话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还是去了医院，做了健康检查。医生叮嘱他按时吃抗阻断药，并提醒道还有2至6周的潜伏期。江南捏紧药盒，心里一阵复杂。他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直到江南，你来一下我办公室。黄总经过他的位置，沉声说道：是。江南拿起笔记本，跟着走进去。黄总坐在椅子上，抬头看他，缓缓开口：总部有个机会，总裁办正好有个空缺，希望你能去。昨晚接到周瑞的电话，对方直截了当地表示，分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能力很不错，希望把他调去总部，担任总裁私人秘书。总部什么岗位？江南眉头微微一皱。总部和分公司虽然同城，但职能分工不同，分公司主要负责销售渠道，与总部的工作毫无重叠。总裁私人秘书。黄总语气平淡。总裁私人秘书。江南眉头微不可见地蹙了蹙。据他所知，这个岗位是总部3个月前刚设立的，但已经换了10多个秘书，这不就是变相裁员的意思吗？黄总继续说道：私人秘书的薪资是你目前的2倍，试用期过后还会涨薪，另外还有月度奖、季度奖、年终奖，福利待遇远超分公司。江南轻轻蹙眉：我能拒绝吗？黄总摆摆手，语气缓和下来：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别紧张，你的助理职位我给你保留着，不适应的话随时可以回来。江南想了想，最终点头。翌日，江南起了个大早，简单收拾后便出门，没想到一路堵车，从家到地铁站这段距离竟然花了半小时，换成了3趟地铁，终于在8点半赶到总部。
上班时间是9点，他先去洗手间换上高跟鞋，整理仪容仪表后才迈步走进公司。未来科技4个字醒目而富有设计感。前台小姐姐已经在岗，江南报上名字后，她微笑着引领他至会客室，并倒了杯咖啡。我是罗雅，公司的前台，请稍作休息，人事部的同事待会儿会来找你。好的，谢谢。江南微笑回应。罗雅回到前台后，压低声音激动地和同事说道，新来的总裁私人秘书超级漂亮，希望这次她能挺住，我真的想和她做同事。关莎莎嗤之以鼻，能有多漂亮？前面那些不也一个比一个出色，结果还不是几天就走了？你等会儿见到她就知道什么叫惊为天人。罗雅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充满期待。没多久，人事部同事过来办理入职手续。公司9点上班，大家都这么早到？江南随口问。他看了眼时间，才8点45，工位上已经基本坐满。顾总9点到，大家习惯提前一点。你就是江南？一道温和的男声响起。江南抬头，看到一位穿着西装的男人微笑着朝他走来。我是周瑞，总裁特助。周瑞是顾盛年资助的大学生，毕业后一直在顾氏集团工作。顾盛年创办科技公司后，顾老爷子便让周瑞跟随左右。顾盛年不依靠家族资源，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，短短几年产品便享誉全球。外界并不知道，他其实是亚洲首富顾鸿祎的小孙子。顾盛年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，经常工作至深夜，甚至不住家里。顾老爷子担心他的身体，强制要求他必须配备一名私人秘书，否则就搬回老宅。短短几个月，周瑞已经给他找了11位秘书，不论男女都被他吓走。听说分公司有一位助理聪明能干，他迫不得已才向分公司要人。第一眼见到江南，周瑞心中一亮。你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顾总的日常事务，并配合我工作，可能会比较忙，不过公司会按照劳动法支付加班费，还有额外补贴，这些都写在员工手册里。至于顾总，他要求极高，有洁癖，注重细节，记住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说的不说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每天早上你需要去顾总家接他，并确保他吃早餐。早餐？江南愣住，他自己都不吃早餐，结果现在要盯着老板吃早餐，还得每天一大早跑去他家。难怪这个职位没人能干长久，他要是不吃，我还能强迫他。江南苦笑，你就说是顾老爷子的要求，他不会太为难你。周瑞笑道。他递过一张卡片，这是顾总家的地址和密码，每天8点半前到就行。他不喜欢别人进入他的私人空间，所以尽量降低存在感。江南低头看了眼地址，顶级豪宅区。他拼命维持微笑，虽然离公司不远，但那里没有地铁。周瑞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，笑着补充道，公司会报销打车费。江南的微笑顿时真诚了许多。会议室的门突然打开，会议似乎结束了。顾总来了。周瑞低声提醒。江南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他瞬间大脑空白，仿佛五雷轰顶，全身都麻了，瞪大双眼，呼吸一滞，是他，那晚的男人。顾盛年大步朝他的方向走来，江南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站在原地，耳边回荡着一阵尖锐的耳鸣。顾盛年迈着修长的腿，离他越来越近。他看见他深邃的双眸似乎微微一闪，唇线紧抿，脸上毫无表情。然后他像一阵风般从他身旁擦肩而过。周瑞立即跟上，走进总裁办公室。伴随着一声轻轻的关门声，江南终于猛地张开嘴，大口呼吸，像是要把刚才缺失的氧气统统吸回来。他虚脱地坐回椅子，心脏砰砰直跳，完全缓不过神来。真的是他怎么这么倒霉？这个世界这么小吗？艳遇对象是自己老板。他转过头看了一眼紧闭的门，顾盛年刚刚应该没认出他吧？总裁办公室，他是谁？顾盛年眉头皱了一下。他？周瑞顿了半秒钟，理解到他说的是江南，汇报道，这是您的新私人秘书，叫江南，原本是分公司负责人黄奕的助理。顾盛年往沙发一坐，一手摩挲着咖啡杯的杯沿，抬眼看着周瑞，开口道：“你调他过来的？”“是，顾董事长知道了您又把私人秘书解雇了，很是不高兴。周末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要求新人必须在3天内到岗，人事部来不及招人。一直听说黄奕身边的小助理做事细心，工作上的表现可圈可点，是他的得力助手，没想到长相也很让人赏心悦目。”周瑞知道老板不会为美色所动，但还是忍不住加了最后一句。顾盛年若有所思地盯着眼前的咖啡杯，手指轻轻敲着：“把他的简历发给我。”“是。”周瑞迅速打开手机，把电子版简历发给他，退出了总裁办公室。顾盛年看完后，走到落地窗边，点了一根烟，望向远方的海景。“江秘书，江秘书。”周瑞叫江南2声都没得到回应，便敲了一下他的桌子。江南思绪被拉回。“不好意思。”周瑞把一份文档放在桌上，说：“这是顾总的一些个人习惯，友情提示。顾总的起床气比较重，你早上去他家，如果他情绪不好，绝对不是针对你。”“明白，谢谢。”江南刚翻开文件夹，内线电话就响了。“顾总找你。”周瑞说道。江南深呼吸，咽了口唾液，才缓缓拿起话筒：“来我办公室。”顾盛年说了简单几个字后就挂掉了电话。不等他的答复，江南此刻的心情无比沉重。
身体里涌起一股抗拒的情绪。他艰难地迈着步子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，轻轻敲门：“进来。”江南推开门，只见顾盛年站在宽敞明亮的落地窗前，阳光透过玻璃投射在他高挺的身姿上，勾勒出一副挺拔的背影。他一手插兜，一手抽着烟，有股淡淡的烟草味。他调整了呼吸，才自然开口：“顾总，您找我。”顾盛年转过身，走到办公桌前，把烟掐灭了，坐到老板椅上，盯着他，眼眸微微眯了下。“我们前几天见过。”语气淡然地说道。江南努力压下心头的慌乱，装作一脸茫然：“啊，没有吧？我们生活圈子不一样，大概率是见不到面点。我长得比较大众脸，顾总您可能认错人了。”顾盛年唇角微不可见地勾了下，他怎么可能认不出与自己共度一夜的女人？也许是认错了。他嘴角扬起一抹满意的笑。顾盛年缓缓开口：“我看了你的简历，除了在未来科技上班了1年，你之前在的公司待的时间都没有超过3个月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江南尴尬地笑了笑。前面2家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了，最后1家老板偷税漏税被抓了。江南看见顾盛年的眉头微微蹙了下，似乎不太相信他说的话，连忙说道：“是真的，您可以背调。这么说来，你还挺克公司。”顾盛年轻笑了声。江南专注于科研的人应该是唯物主义吧，应该不是迷信的人吧？他会不会怕自己克他？当初他会到未来科技分公司面试，就是想找一家不容易倒闭的公司。清了一下嗓子说道：“公司这1年业绩翻了几倍。”听到他的回答，顾盛年低头笑了声：“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”一想到每天都要看见这一张脸，那晚的事就永远挥之不去。双倍的工资一点都不香，他只想尽快回到分公司当个小助理。江南回到家，换上了宽松的睡衣，他颓废地趴在床上。蒋依依的电话就打来了，女人兴奋的声音传来：“今天去总部上班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听说顾盛年很帅，你见到老板没？”蒋依依家里是做服饰生产的，在杂志社上班，工作原因常年混迹在上流社会的圈子。江南有气无力地冷笑了几声：“见到了，我还跟你提起过他。”蒋依依的脑子快速运转着，疑惑道：“我记性很好，我之前还问你有没有机会见他，你说没有。我前天和你提过他。”江南叹息了声：“前天。”蒋依依脑子搜索着那天的记忆，顿了几秒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惊呼道：“卧槽，你艳遇的人是顾盛年！”蒋依依却疯了，连连尖叫了几声：“妈呀，整个城市几千万人呢，你咋就抓他呢？缘分啊，你们都坦然相见的关系，姐妹趁机把他拿下，什么缘分啊，孽缘！而且他对于我否认我们见过。什么渣男，提起裤子不认账啊，你可是黄花大闺女啊！”蒋依依气愤道。江南摇头：“也不是，其实醒来的时候他有提过可以负责任，你就让他负责任啊。未来科技的前景市场是很看好的，上市也是指日可待，你就摇身一变成为富太太了。”蒋依依认真道。江南眼睑下垂，眼里蒙上了股淡淡的忧伤：“我不想嫁有钱人，更没结婚的打算。你是知道的。”白天的惊吓让江南心力交瘁，倒头就睡，结果又梦见了那个熟悉的噩梦。梦里，年轻的母亲独自在医院生产，刚生下他，那个所谓的父亲就带着小三和一个小男孩冲进病房。废物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！男人恶狠狠地骂道。小三站在一旁冷笑，母亲哭着护住他，可男人却不管不顾地把他从母亲怀里抢走，作势要摔。江南猛地惊醒，抬眼看钟，凌晨5点。他揉了揉额角，叹了口气，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做这种梦？天刚蒙蒙亮，江南就来到了绅士顶级豪宅。身城一品，他在小区门口登记后环顾四周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精致，一不小心踩到地砖，他都怕它是限量款。映入眼帘的是叠水广场，中心的山水景观与主入口廊架交相辉映，艺术与生活完美融合。江女士，保安核对信息后，礼貌地朝他点头。江南回神，保安刷了工作证，按下指纹，电梯门应声而开，电梯直达58层，请进。他刚踏进电梯，另一扇电梯门也打开了，一个50多岁的男人手里提着一大袋东西，看到他后停下脚步，温和地问新来的私人秘书：“你好，我叫江南。”“江秘书你好，叫我张叔就行，我来送早餐。”两人一边寒暄一边走进屋，落地窗外海景一览无遗，晨光洒进屋内，整个房间贵气又充满科技感。张叔把保温盒摆在餐桌上，笑道：“盛年少爷还在睡，你先坐一会儿，等会儿8点15叫他起床。”盛年少爷江南差点没绷住。21世纪了，这种称呼还在沿用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墙上的名画，心里感慨：有钱人的生活真是超乎他的想象。张叔倒了杯咖啡递给他，先喝杯咖啡。江南闻了闻，皱起眉头，太苦了，他最爱喝甜甜的摩卡，而顾盛年却对甜食嗤之以鼻，看来以后他得改改口味，适应老板的喜好。张叔，您叫我冲咖啡吧。他忽然开口。张叔一愣，随即露出欣慰的笑容：“好，教你。”他给过不少秘书冲咖啡，第一次有人主动学。时钟指向8点15，去叫顾总起床，房门没锁，直接进去。张叔提醒：“
年少爷起床气很重，别太在意。江南点头，推开房门，他的脚步僵在原地。只见男人站在衣帽间，上身没穿衣服，肩宽腰窄，肌肉线条流畅的像健身杂志上的模特。他的耳朵开始发烫，视线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看够了没？低沉的嗓音带着几分戏谑。江南瞬间转头，努力挤出职业微笑。顾总，早餐准备好了。得到回应，他转身拔腿就跑，仿佛身后有野兽追着他似的。张叔见他脸色不太对劲，好奇道：这么快就叫起来了？江南心虚的点头。片刻后，顾盛年穿戴整齐，坐到餐桌前。张叔把早餐摆好，香味扑鼻。江南咽了咽口水，吃过早餐了吗？吃过了。话音刚落，他的肚子发出不争气的咕噜声，空气安静了3秒。顾盛年低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开口：坐下吃。张叔笑眯眯的补充：江秘书，试试口味，喜欢吃什么告诉我，明天给你带。谢谢张叔，我不挑食。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江南也不矫情，坐下吃张叔给他盛的营养粥，决定暂时忘记刚才的尴尬。江南看着滑蛋上的葱，心里经历了一番天人交战。他不吃葱，吃指不定当场就吐了。挑出来，可是刚刚才在顾盛年面前吹嘘自己不挑食，最终他还是决定默默挑出来，毕竟社死总比当场呕吐来的体面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葱挑出来。顾盛年和张叔几乎同时看向他。张叔率先笑道：以后不给你放葱。谢谢，顺便香菜蒜苗也不吃。江南尴尬的笑笑，张叔愣了一下，笑着点头：行，我记住了。顾盛年冷冷瞥了他一眼，继续吃早餐。江南心里嘀咕着，有什么好笑的，既然已经挑了，那索性调个彻底。他从容地继续行动。顾总，您找我。见顾盛年迟迟不说话，反而紧盯着自己，眼神犀利的像是 X 光扫描，他的职业微笑快要撑不住了。顾盛年终于开口：你在吃什么药？江南整个人僵住。不会吧，他不会真的看到他桌上放的阻断药了吧？脑子一片空白，把药丢了，我很健康。顾盛年盯着他，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江南嘴角微微抽搐，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？他硬着头皮笑道：明白，我马上丢。顾盛年仍旧目光如炬：如果你需要补偿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但此事我不希望有第3个人知道。江南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这是什么狗血剧情？他冷哼：顾总，那晚的事我早就忘了，您的技术实在没什么值得回味的。顾盛年的脸色瞬间黑得像锅底，双眼怒火几乎要喷出来。江南趁机微笑：顾总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去午休了。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他走得风情万种，打开门时还故意甩了一下头发。砰，门被重重关上。顾盛年气的手指关节泛白。江南回到座位，心脏还在砰砰直跳。他捂住脸，心想完了，这下真的要失业了。他瞥了一眼只吃了几颗的药，果断把它丢进垃圾桶。但得知自己身体无碍后，倒是瞬间放松了许多。会议前，特助陈瑞回来了。顾盛年把他叫进办公室。江南看到这一幕，心想来了来了，果然要被辞退了。结果陈瑞走向他，微笑道：江秘书，等会儿的会议你也参加，负责会议记录。江南愣住，不是要炒他吗？怎么还让他参加会议？顾盛年这是在搞什么？他狐疑的点头：好的。会议结束后，顾盛年看了一眼手表，随口道：去楼下吃饭。江南立刻摆手：不了，我不饿。陈瑞在旁边笑：一起吧，狠狠宰顾总一顿。真不用，我累了就不想吃东西。江南脱口而出。顾盛年眯眼：我让你太累了。江南，这话怎么听着更怪？为了保命，他立刻改口：我去。粤菜馆里，顾盛年淡淡道：葱和香菜另外放，不要加进粥里。江南惊讶地看着他。陈瑞也是一脸疑惑：顾总，你什么时候不吃葱和香菜了？顾盛年懒得理他，起身去了洗手间。陈瑞小声嘀咕：奇怪了，顾总从来不挑食的。江南讪讪地笑了笑。很快粥端上来了，葱和香菜果然被单独放在一边。顾盛年舀起葱花和香菜加进自己碗里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江南，缓缓哦了一声。江南假装专心喝粥，结果一口下去，被烫的舌头都红了。服务员，来杯冰牛奶。顾盛年随口道：请问要不含乳糖的吗？顾盛年皱眉看向江南：你乳糖不耐受？江南一脸懵：没有。那就普通的。顾盛年冷淡道。牛奶端上来放到了江南面前，他愣了一下，接过，谢谢。舌头的疼痛终于缓解。他偷偷瞥了顾盛年一眼，没想到这人竟然有点贴心。饭后上车。顾盛年低声道，语气不容拒绝。江南一愣，随即毫不犹豫地坐进副驾驶。反正在等车回去，他能到家都凌晨了，先回申城一品，再送江秘书回去。顾盛年对司机吩咐。翌日，江南准时到达申城一品，熟练地煮着咖啡。不用等他去叫，顾盛年已经自己起床，洗漱好出来了。张叔小声打趣：年少爷自己主动醒来，这可真是稀奇。车上，司机看了眼副驾驶的江南，
说没想到你家住那么远，开车得1个小时吧。顾盛年原本在看文件，耳朵微微竖起。江南瞥了眼后视镜，故意提高音量，还好老板体恤员工，可以报销打车费。司机频频点头，这倒是，咱们公司待遇确实好。一路上两人一起疯狂夸公司。顾盛年低头看文件，嘴角却不自觉地上扬。江南穿梭在不同的部门，一个上午就参加了2个部门的会议。给顾盛年送去午饭后，他累得没胃口了，瘫坐在位置上。午休时间，江南咬了几块饼干，实在困得不行，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。顾盛年透过玻璃看向江南的工位，发现他不在。他拎着吃完的饭盒，打算顺道放到他的位置上。一靠近才发现，他竟然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江南睡得很安稳，微微蜷着手指，脸颊贴在手臂上，长长的睫毛安静地垂落着，像只慵懒的小猫。手机震了震，顾盛年才意识到自己盯着他看得有些入迷，连忙收回目光。震动声持续了几秒，江南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顾盛年下意识地按掉了电话。世界重新归于安静，江南的眉头舒展开，继续沉入梦乡。午休结束后，江南伸了个懒腰，活动了一下有些麻掉的手臂，满足地叹了口气。江秘书，休息室有折叠床可以午休，怪我忘了告诉你了。周特助走过来说道，有时候顾总有客人，睡工位上可能不太合适。其实是顾盛年特意叮嘱他来说的，不过他没敢多问。没事，下次我注意。江南笑着点头。这时行政部的夏梦带着一大袋下午茶进来，一边分发一边宣布，今天下午茶提前，大家来领。周特助皱了皱眉，下午茶时间不是周5 3点吗？今天周4啊。夏梦摊摊手，一脸无辜，顾总定的。周特助默默闭嘴，老板的命令，谁敢质疑？江南拿起桌上的奶茶和小蛋糕，正要开吃，突然问道，老板的呢？顾总没定。夏梦也是满脸疑惑，就给我们定了，都是甜的，老板不吃。周特助若有所思，看来今晚得加班了。周特助感慨道，老板提前喂颗甜枣，指不定后面有苦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有加班费。江南乐呵呵地咬了一口蛋糕，他和蒋依依都很喜欢这家店的甜点，一块小蛋糕就要70、80块，加上奶茶，全公司几百人，这顿下午茶得好几万。顾盛年透过玻璃看着江南吃得心满意足，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。等江南回过神来，天已经黑了，下班。顾盛年磁性的嗓音传来。江南一愣，忙低头看时间，7点。今天不加班？他抬头看了看顾盛年，发现他站在自己工位前一动不动。江南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，连忙收拾东西关电脑。顾盛年见他收拾好，转身走向电梯。江南连忙跟上，走到大门口，他刚准备挥手告别，顾盛年按下车窗，语气淡淡，上车。江南嘴角一扬，耶，又可以蹭车回家了。他飞快钻进车里，乖巧地坐好。车子很快到了江南住的小区，他向司机说了句谢谢，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亲手关门。吱嘎，顾盛年睁开眼，看他迈着愉快的步伐走进一栋旧居民区，小声喃喃，穿高跟鞋还能这么蹦，顾总回深诚一品。车子行驶了几分钟，哎呀，江秘书的手机落车上了。司机突然说道。顾盛年瞥了一眼副驾驶上的手机，掉头给他送回去。5楼，江南刚准备关门，门忽然被一只手挡住，他心头一紧，谁？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是陆家伟，他的前男友。江南，陆家伟脸色有些颓废，眼神里带着懊悔。我想跟你谈谈。江南皱眉，立刻提高警惕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他准备关门，陆家伟却突然用手撑住门，扑通，他跪倒在地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滚出我家！江南指着门，咬着牙。阿南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他的脸上挂着卑微的笑容。我不爱你。江南冷声道，警察快到了，请你立刻离开。陆家伟紧紧地盯着他，眼神瞬间变得凶狠，猛地站起来，伸手抓住江南。陆家伟用力地抱紧他，江南感到极度的恐惧和愤怒，他身体瞬间紧绷起来，用力推开他，失声大喊，陆家伟放开我！陆家伟像是失去了理智，用力撕开了他衬衣，扣子散落了一地，白色的胸衣暴露，高耸白皙的胸部浮现在陆家伟眼前。他双眸猩红，表情极为龌龊。江南愤怒涌上心头，毫不犹豫地抄起花瓶，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砸向他的头部。陆家伟感到后脑勺一阵剧烈的痛，脑袋一晃，松开了手。江南趁机撒腿往外跑，江南拉开门，顾不上脚的刺痛，拼命跑，没跑几步撞到一个坚硬的胸膛，他心有余悸地惊喊了声，双手用力一推。顾盛年站在门口，目光扫过他微微凌乱的衣服和警惕的眼神，眉头微蹙，语气低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江南猛地抬起头，脸上惊恐未定，大口的喘息。顾盛年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你的手机落车上了。江南一肚子的委屈害怕瞬间爆发，眼泪哗哗的落下，哭得一抽一抽的，指了指自己的家。我前男友。顾盛年越过他，大步迈上阶梯，江南忙不迭地跟了上去，心想着顾总是不是有点不靠谱，非得一头扎进危险的境地。
顾胜年推开门，一地的玻璃碎片洒落。那个刚刚倒下的男人还在一边挣扎，试图站起来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。男人没站稳，被打得几乎摔倒，嘴角溢出鲜血。顾胜年似乎不打算停下，接二连三的重击让男人几乎没了还手之力，血如泉涌。顾总，你不能再打了！江南尖叫着扑过去，抓住他的一只手，声音哽咽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心疼了。顾胜年转过身，眼神微冷，但语气却有点挑衅。江南愣住了，心里的冲动稍微冷静了一些，咬牙道：“他要死了，防卫过当，你会被追究责任的。”他眉头微挑，似乎对他的担心有些意外。我家有点人脉，放心吧。他低声说完，转过身，伸出手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突然温柔：“还能走吗？”江南用力擦了一下眼泪，点点头。顾胜年脱下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，一手搂着他的腰，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。顾胜年将他抱起，稳稳地走下楼梯。门外的空气似乎突然清新了几分，江南却依旧心有余悸，紧紧抓着顾胜年的西装，双腿微微发软。司机见到这情景，一脸懵逼：“顾总，这是怎么了？”顾胜年回了一句简单的处理掉，让司机快速拨打电话。车内，顾胜年抽出纸巾擦了擦他脸上的泪痕，递上一瓶水：“喝点水。”江南接过水瓶，喝了一口，才稍稍清醒。视线落在顾胜年身上：“那个陆家伟，他会死吗？你会没事吧？”顾胜年不以为意的一笑：“死不死不关我事，不过我肯定不会有事。”江南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还是有些不安。“谢谢你，顾总。”他终于鼓起勇气说：“我是你老板，理应如此。”顾胜年回答，表情淡然，随即又问：“你有地方去吗？”江南摸了摸裤兜，手机，话还没说完。顾胜年递过来他的手机，神情自信：“那车上了。”江南愣住：“你是专程给我送手机来的？”他有些受宠若惊。顾胜年微微点头，表情轻松：“今晚真的谢谢你。”江南诚心道。顾胜年轻笑了声：“我是你老板，你的生命安全公司会负责。”他顿了一下，问：“你有地方去吗？”江南回答道：“今晚我去朋友家住，惠庭别墅。”司机应声，车子很快驶向目的地。到达目的地时，江南低头才发现自己赤着脚，心里顿时一阵窘迫。顾胜年似乎早就看出了他的尴尬，轻轻丢给他一双拖鞋，穿上。他一愣，匆忙穿上后，拿下外套还给他：“谢谢顾总。”顾胜年目送他穿好西装，见他忙不迭地扣上扣子，嘴角不禁扬起一抹笑：“行了，别急，明天好好休息，不用去公司。”江南这时真想立刻消失在他面前，低声道：“谢谢。”随即毫不犹豫地跑出了车门。蒋依依正等着他，看到他进门，一把抱住他：“天哪，顾胜年居然有这样的一面，他简直是我的偶像。你是偶像，顾总才是英雄。”江南有些严肃：“但是我真的担心他会有事。”蒋依依捧腹笑道：“不至于吧，你放心，顾总在这儿，谁敢动他？”江南却有些担忧，万一他真因为过度防卫被追究怎么办？蒋依依摆摆手：“你可以找个律师咨询，顾总的事应该不大，放心吧。”江南心里还是沉甸甸的，我得好好感谢他，但怎么做呢？以身相许啊，反正你们都睡过了。蒋依依抛出一个金句，江南面色一黑：“滚！你明明是新世纪女性，怎么想法这么迂腐？报答有很多种方式。”江南很是嫌弃地瞅了他一眼：“你会爱上你老板吗？”蒋依依扑哧一笑：“我倒是想啊，可是我老板是 gay 啊，你们时尚圈就没有直的吗？”江南不信，蒋依依挑着眉：“也许吧，反正我资历尚浅是没见过。”江南翻着手机，终于找到顾胜年的号码，结果在微信上一搜，居然查无此人，只好编辑短信发过去：“顾总，请允许我用最真挚的文字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，您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，我愿为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江南敬礼，深弯衣品。顾胜年看着这条短信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真是土的掉渣。他保存号码，输入备注江秘书，想了想又删掉，换成闺女，惠庭别墅。你老板没回你？蒋依依问。江南盯着手机屏幕，皱眉摇头。难道是陌生号码被屏蔽了？深弯衣品。张叔瞥了一眼时钟，没等到江南出现，只好亲自去叫顾胜年起床。他轻轻按下自动窗帘按钮，晨光毫不留情地闯入卧室。男人眉头一皱，毫无反应，翻个身继续蒙头大睡。少爷，起床了。张叔轻声喊。男人无动于衷。早餐准备好了？不吃。男人声音低沉，带着浓浓的怨气，脸色堪比乌云压城。张叔无奈，消失了几天的起床气，今天又死灰复燃。顾胜年点开通讯录，看着闺女二字，轻笑出声，拨通电话。江南瞅着手机上的陌生号码，总觉得有些眼熟，犹豫了一秒，接通。喂，哪位？是我。男人声音冷淡。江南瞬间弹坐起来，差点磕到床头。顾总，早上好。他语气谦卑的像个小学生见班主任，生怕对方秋后算账。
蒋依依听到是顾盛年的电话，立刻竖起耳朵。顾盛年，我在深城公寓有套小房子，你搬过去。金屋藏娇啊！蒋依依脑子还没完全清醒，嘴巴倒是快。顾盛年微微皱眉，语气平静，别想太多，你住的地方不安全，作为老板，给员工提供住宿也是正常福利。江南真想捂住蒋依依的嘴。谢谢顾总，不过不用麻烦了，我有地方住。顾盛年淡淡一笑，顾秘书别自行脑补，公寓空着也是空着，给你住，方便工作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再拒绝显得矫情。谢谢老板送温暖，感激不尽。司机晚点给你送钥匙，周末搬过去。男人不容拒绝。蒋依依兴奋地搂住江南，反正也睡不着了，我陪你回去收拾行李吧。站在公寓门口，江南手里的钥匙微微颤抖。昨晚的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，他不敢想象门后会是什么光景。我来。蒋依依一把抢过钥匙，插入钥匙，屏住呼吸，推开门，映入眼帘的却是整洁如新的客厅。阳光洒在干净的地板上，陌生的花瓶里插着几束百合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清香。现场被清理干净了。江南怔怔开口，顾盛年肯定处理好了，别担心。蒋依依松了口气。两人打包了10个箱子，累得气喘吁吁。司机把新房钥匙交给江南。昨天发生的事，顾总没事吧？他忍不住问。司机笑笑，放心吧，顾总已经处理好了。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蒋依依开车载着江南去新家。深城公寓可是顶级公寓啊，一套单身公寓都要好几百万，顾盛年居然让他空着，他到底多有钱？蒋依依一脸震惊。传言他参加黑客大赛赢了100多万美金，成立了未来科技。江南也是听同事说的，这也太牛了吧！打开公寓门，两人面面相觑。他管这叫小公寓？蒋依依瞪大眼睛，指着足足有上百平的客厅。江南同样震惊，这哪里是公寓，分明是豪宅，4个卧室，家具全是奢牌。蒋依依眼睛放光，我跟你说，顾氏集团真的超级牛。深城公寓和深湾一品在5年前楼市最高点时开盘，之后顾红叶直接抛售房地产公司，这几年房价暴跌，多少上市公司倒闭，但他提前撤退，全身而退。江南点点头，不得不佩服传奇商界大佬啊。太累了，江南在新家睡得特别踏实，一觉到天亮。第二天，两人逛到奢侈品店，江南驻足在橱窗前，看什么呢？蒋依依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是一条男士领带，想给老板买个礼物，感谢他的帮助。应该的。蒋依依点头。江南挑了一条深蓝色真丝领带，低调奢华。好看吗？好看，麻烦包起来。他觉得这条领带很符合顾盛年的风格。于是我们提供免费刺绣服务，可以在领带背面绣上字母，彰显独一无二。导购员介绍。江南想了想，麻烦绣 GSM， 谢谢。导购员，好的，您留地址，待师傅绣好字寄给您。随后江南又去挑选了2条围巾。这条送你，比老板那条贵200。江南笑眯眯地递给蒋依依。果然，你才是最爱我的人。蒋依依一副感动得要落泪的样子。另一条给我妈。江南让服务员打包，结账，总共11200元。蒋依依惊讶地看着他，你中奖的钱都快花光了，还倒贴？江南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意外之财嘛，不花白不花。离开奢侈品店后，江南又跑去楼下商场买了一堆做饼干的食材。公寓里有个大烤箱，昨晚他特意研究了一下教程，感觉烤饼干似乎没那么难，决定试试看。回到家后，他照着教程一步步操作，没想到自己没有做饭天赋，做起小饼干倒是驾轻就熟。不一会儿，香喷喷的曲奇就出炉了。他把饼干分装好，明天带去公司给同事们尝尝。第二天早晨，张叔，早上好。江南一边换鞋，一边看见张叔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。江秘书，早啊。江南煮好咖啡后，从包里拿出一袋饼干递给张叔。我自己烤了些饼干，您尝尝。张叔打开包装咬了一口，眼睛一亮，连连称赞。这时顾盛年已经端坐在餐桌前，动作不疾不徐地夹起蛋饼。江南也坐下吃早餐。张叔看着眼前的画面，忍不住在心里感叹，自己在顾家待了30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多余。上车后，江南拿出一袋曲奇，转身递过去。顾总，这是我自己烤的饼干。顾盛年盯着他手里的饼干，指尖不自觉地敲了敲膝盖。原来早上餐桌上的饼干是他自己做的。他嘴角微微勾起，缓缓抬手。结果江南忽然像是想起什么，连忙把手缩回去，一脸歉意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不吃甜食了。顾盛年摊开的手僵在半空，下一秒迅雷不及掩耳的往头发上抹了一下，淡淡的瞥向窗外，低声道：知道就好，记住了。江南郑重点头，然后笑着递给司机：杨哥，给你尝尝，张叔说好吃。司机立刻接过，满脸感激：谢谢江秘书，我一定细细品味。顾盛年看着窗外，冷哼了一声。江南靠近司机，小声问：老板今天心情不好？司机耸耸肩，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到了公司后，
江南给同事们都分发了饼干。顾盛年站在总裁办公室，透过透明的落地窗，看见他的位置被一群人围住，笑声此起彼伏，还有人对他竖起大拇指。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什么，但他能猜到，肯定是在夸他手艺好。他眉头微微皱起，伸手按下按钮，瞬间透明玻璃变成磨砂面，眼不见为净。江南整理完行程表，敲门走进总裁办公室。顾总，这是需要您签名的文件。他把文件放到他办公桌旁。顾盛年抬起头，深深地看着他，忽然开口：“你不应该叫我一声爸爸吗？”啊！江南一脸懵。顾盛年懒懒地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叉，嘴角微微勾起：“不是说我是你的再生父母吗？叫声爸爸来听听。”江南顿时反应过来，他是在说短信的事情。原来他看到了呀！爸爸这种梗，不是情侣之间的恶趣味吗？他耳根微微泛红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老板，那是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。”他转念一想，忽然狡黠一笑：“不过，你要是真想当我爸爸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妈单身，她的电话是13。”顾盛年原本只是想逗逗他，结果自己反倒被他整了个措手不及。他轻咳了一声：“你还真敢想。”江南讪讪地笑。关上门的那一刻，顾盛年冷哼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办公室门被人推开。“顾总，感谢你上次的见义勇为和房子的事，这个送你。”江南话音刚落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办公室。顾盛年微微一愣，随即笑着伸手拿起包装精致的盒子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条领带，上面还绣着他名字的缩写。他嘴角轻轻扬起，还算他有心。翌日，江南准时出现在深城一品，他像往常一样煮好咖啡，随后去叫顾盛年起床。他喝了口牛奶，随手夹起一块蛋饼咬了一口，下一秒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哦，他不受控制地干呕起来。顾盛年和张叔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，眼神如同雷达锁定目标。江南摆摆手，强忍着恶心：“不好意思。”哦，他捂住嘴，飞速冲进卫生间，对着马桶一阵狂吐，眼泪都飙了出来。江秘书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张叔关切地问。江南挥手，脸色发白：“没事，可能是胃不太好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出实情，自己只是单纯吃到了讨厌的葱。顾盛年紧抿着唇，顿时紧张了起来，神色莫测，目光在他身上缓缓扫过，似乎若有所思。“走吧，少爷，您还没吃早饭。”张叔忍不住提醒。“不吃了。”顾盛年从柜子里拿了车钥匙，顺手拽住江南的手腕，直奔电梯。上车。他解锁了宾利车，江南一头雾水，连司机都愣住了。他只能连忙跟上，扣好安全带，看向驾驶座上那张俊美却布满阴霾的脸。车子开出停车场，路线明显不是去公司的。“顾总，我们去哪？”“医院。”“医院？”江南更加懵了。“顾总，你不舒服？”“不是我，是你。”江南眨眨眼，看了看自己：“我好得很啊。”红绿灯处，顾盛年轻轻踩下刹车，侧头，目光沉沉地落在他的肚子上。江南顺着他的视线低头，随后反应过来，顿时笑出了声：“顾总，你不会以为我怀孕了吧？”顾盛年眉头深锁，脸色逐渐阴沉的可怕。江南好笑的摇头：“顾总，你觉得我会蠢到吃阻断药不吃避孕药？我早上只是单纯吃到了葱，生理反应而已，不是孕吐。”顾盛年的脸色更黑了。江南忍不住逗他：“如果我真的怀孕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顾盛年沉默了一下，嗓音低沉：“生，你会娶我，我会负责。”江南轻笑，自嘲地摇摇头：“靠孩子上位，我可没这么天真。两个不相爱的人勉强结婚，对孩子才是最大的伤害。”他挑眉：“所以啊，顾总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你的私生子，别人那边我就不确定了。”顾盛年的脸色瞬间黑如锅底。“好了，赶紧开车吧，10点钟还有会议。”江南系好安全带，催促。顾盛年看了眼时间，重重踩下油门。江南回到公司，忙完手头的工作，和周特助、张叔一起去餐厅约见段总。餐厅包厢里，江南面对段嘉许，一脸冷漠：“江秘书，不用紧张，你来未来科技多久了？”段嘉许一本正经地问：“我之前一直在分公司，最近才调去总部的。”“江秘书，考虑过去南城发展吗？”段嘉许慢悠悠地开口，话里透着别有意味。江南微微一笑，淡然摇头：“其实你不必辛苦打工。”段嘉许突然凑近，语气暧昧：“有没有想过当个少奶奶？”说着，他的手伸向江南的后背，企图揽住他。江南反手抄起茶杯，一股脑儿把滚烫的热茶泼了出去。“你他妈不想活了是吧？敢泼我，疯了吧？”段嘉许捂着被烫的脸，怒骂。包厢门开着，服务员们纷纷侧目，有人赶紧递上毛巾。下一秒，段嘉许猛地抓住江南的手腕，脸色狰狞：“臭女人！”江南冷着脸想甩开他，现场一片混乱，服务员也在隔开他们。突然，一个人影冲了进来，一拳打在段嘉许脸上。段嘉许没有料到有人敢对他动手，生生挨了一拳，猝不及防倒在沙发上。江南定睛一看，出手的人正是顾盛年。顾盛年脸色阴沉，目光如刀，直直刺向段嘉许。
他转头看向江南，眼神瞬间变得柔和。你没事吧？段嘉许气急败坏，捂着脸破口大骂：顾盛年，你他妈的敢打我，信不信老子撤资？顾盛年冷笑：周特助联系财务部，按市值收购段嘉许的股份，法务部准备转让协议，明天的股东会议程改动，办理工商变更。段嘉许暴跳如雷：你知道我这股份值多少钱吗？你给得起？多少都给得起？你今天不签，你就是孙子。在众人目光下，段嘉许咬牙切齿：我入股投了1个亿，现在市值至少10个亿，今天先给我2亿，剩下的3天内到账。顾盛年点头：可以。周特助，让法务部把条款加上，合同签署后立刻转2亿。段嘉许不信他能3天内凑齐这么多现金，冷笑着签下合同。散会后，刘叔满脸愧疚地对江南道：对不起，我明知道段总对你不轨，还让你单独和他相处。江南笑了笑：这又不怪你，道什么歉？周特助悄悄靠近，神秘兮兮地道：你知不知道顾总一接到消息，差点把电话砸了，连闯了几个红灯才赶到的。江南怔住了，他叹了口气，低声呢喃：我还以为他是故意让我去陪段嘉许。周特助嘴巴张成了 O 型，接着放声大笑：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顾总是那种人吗？江南微微一愣，突然觉得有点内疚。回到公司，江南心不在焉，他思虑再三，起身敲开了顾盛年的办公室。有事？顾盛年抬头，神色淡然。江南咬了咬唇，低声道：对不起。顾盛年挑眉：为什么道歉？江南犹豫了一下，低声道出自己的误会。顾盛年沉默了片刻，哭笑不得：原来是这样。江南低着头点了点：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随意猜测你，怀疑你的人格，你罚我吧。顾盛年起身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无语道：以后不要瞎生气，嘴巴长来干什么的？他不是装饰品。他视线落在那一张紧抿着的红唇，笑道：虽然他长得挺好看。江南感到有些害羞，伸手捂嘴。毕竟被一个男人称赞嘴巴好看，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比较私密和敏感的赞美。顾盛年看他一副傻样，忍不住用手指弹了一下他的脑门。傻瓜！痛！江南捂嘴的手迅速转移到脑门，皱着眉头撅嘴喊了句：这是惩罚了，以后别犯了。顾盛年觉得他的表情很生动，好笑道。翌日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，照在床边。吃过早餐后，顾盛年和周助理简短交代了工作，两人便出发前往汇城。江南回到卧室，洗漱后换上睡裙，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毛绒娃娃，抱着它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。月光透过窗子洒进来，静谧的卧室中只有他轻轻的呼吸声。然而到了半夜，江南突然觉得口渴难耐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发现床头的闹钟显示已经凌晨3点了。他伸手摸索着抓住娃娃的腿，踉跄着爬出被窝，打开卧室门。刚一打开门，刺眼的灯光立刻扑面而来，他不自觉地眯起眼睛。顾盛年坐在沙发上敲着电脑，旁边堆着几份文件。听到动静，他抬起头，刚好对上江南迷茫的眼神。江南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居然穿着睡裙站在那里，而顾盛年却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不是盯着他的胸前。他迅速低头一看，顿时明白了过来。他睡前把内衣脱了，睡得迷迷糊糊，就把自己当作在家里，根本没意识到现在的情况。睡裙虽然宽松，但胸前的轮廓却相当明显。他的脸瞬间烧红，恼羞成怒：你怎么还不睡？坐在这里干什么？顾盛年轻笑了一下，嘴角微微上扬：我在工作呀。那你半夜出来干嘛？我出来喝水。江南结巴的回应。顾盛年盯着他胸前的玩偶，欧笑道：还看？你这个流氓！江南羞得把娃娃砸向他，双手抱在胸前。又不是没看过。顾盛年一边接住娃娃，一边打趣道：你！江南气得耳朵都红了，低头快步跑回房间，咔嚓一声反锁了门。后半夜，江南彻底失去了睡意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直到天色微亮。他无奈起身梳洗，然后打了车去买了些早餐。回到汇悦新居时已经8点，顾盛年还没有起床。他把早餐放在桌上，敲了敲他的卧室门：顾总，你起了吗？卧室里传来轻微的回应声。江南回自己卧室整理行李，出来时顾盛年已经坐在餐桌前端着咖啡。他抬眼扫了他一眼，眉头微微皱起：昨晚做贼了吗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江南不屑地瞪了他一眼，自己睡的时间还不如他多。早上照镜子时发现自己黑眼圈轻轻浮现，他的妆只剩口红，素颜状态下尽显疲态。你去买的早餐？顾盛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问。江南无奈地应了声：打车去的。顾盛年再次问道。江南差点没翻个白眼：废话，难道我靠双腿走路去啊？那找个时间我教你开车。顾盛年边吃边说道。不用，我已经和驾校预约好了。江南拒绝了他。生气了？顾盛年低下头，像是无辜地摸了摸眉毛，小声嘀咕：昨晚你自己半夜跑出来，这可怪不着我。江南嘴里咬着面包，气鼓鼓地说：不准再提，忘了他。顾盛年苦笑不得：我又不是机器人，怎么删掉记忆？
江南满嘴食物，瞪着他，样子滑稽极了。顾盛年忍不住笑，用手指轻点他的脑袋。好好好，记忆已删除。你真幼稚。江南一边笑着，一边摇头。快吃早餐。顾盛年轻叹一声。出差回来后，江南马不停蹄地回到家已经天黑了。一进家门，看到妈妈和依依在厨房里做饭。晚饭后，在阳台上，江南坐在舒服的椅子上，低头看手机，嘴角不自觉上扬。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时，蒋依依突然凑了过来，趁他不注意，猛地抢过了手机。什么东西这么好笑？还我手机！江南一声惊呼，眼睁睁看着手机被蒋依依抢走。蒋依依背对着他，迅速浏览着屏幕上的内容。看到顾盛年的名字时，他嘴角扬起一丝狡黠的笑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某个人的消息啊！蒋依依故意拖长了音调。你小声点！江南急得脸红，低声吼道。两人的嬉闹引得坐在客厅的李美玲忍不住笑出声，摇头无奈。你们两个2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？怪你！江南不满地瞪了蒋依依一眼，抢回手机。蒋依依轻轻啧了一声，惊讶地看着他。你居然真告白了！江南皱眉，把手机拿到蒋依依面前，语气坚定地说：我没有。看这里。蒋依依指着祝福短信里的今晚月色很美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懂？月色是很美啊。江南一脸茫然，不明白这和告白有什么关系。蒋依依吸了口气，眼睛睁大。傻妞，你不知道今晚月色很美是什么意思吗？江南瞪大了眼睛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喃喃道：我不知道。蒋依依忍不住笑出声。这句话出自《夏目漱石全集》，是含蓄的表达我爱你的意思。江南顿时傻眼，低头看着手机，语气有些颤抖。我没意识到有这个含义。蒋依依轻笑，我觉得顾盛年可能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江南有些失落地看着蒋依依，声音略显颤抖。真的吗？你别只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。蒋依依点头。你一个女生都一头雾水，她又怎么会知道呢？江南感到一阵无力，默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。真是吓死我了，居然一时没注意。对了，这张照片里的月饼感觉不是我们做的那个啊。蒋依依皱了皱眉头。江南有些羞涩地笑了笑，解释道：她不喜欢吃甜食，所以我特意做了咸口的。蒋依依震惊地看着他，楠楠，你变了。翌日，江南带着整理好的行李箱前往深城一品。昨晚睡前，顾盛年关心过他的身体状况，今早的锻炼还是取消了。吃过早餐后，便出发去了机场。他推开房门，正好看到顾盛年穿着黑色衬衫和西裤，坐在沙发上敲打着电脑键盘，修长的手指飞快地移动。江南静静地站在门口，看着他，喜欢也许可以掩饰，但心跳却骗不了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下心情，笑着打招呼：顾总，早上好。他的声音轻柔如风，宛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话音刚落，顾盛年抬头，目光恰好与他相遇。窗外的光线照在他的身上，透过他的眉眼，美丽动人。顾盛年愣了愣，好像好久没见到他了。早。他低声回应：我去冲杯咖啡，提提神。江南放下行李箱，微笑着说道。顾盛年微微点了点头。没过多久，江南端着香气四溢的咖啡走了出来。而这时，张叔也准时到达。张叔，早啊。江南热情地打招呼。张叔看了看顾盛年，又看了看江南，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。年少爷今天起得挺早啊。江南将咖啡放到顾盛年座位上，有些不解地望向张叔。张叔悄悄瞥了一眼顾盛年，小声对江南说：年少爷这几天可都是早餐都没吃，直接上班了。啊！江南愣住了。顾盛年走到餐桌前，看着他们俩小声说话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张叔赶紧摆摆手，笑容满面。江南的手机忽然震动，他拿起来一看，蒋依依，孤男寡女出差，记得做好安全措施哦。江南的脸瞬间变红，他赶紧把手机捂在胸前，生怕被顾盛年看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迅速回复了一条信息：神经病！同行的人还有周特助和翻译呢。发送完后，江南松了口气，偷偷瞄了一眼正在吃早餐的顾盛年。幸好他专心吃着早餐，没注意到他的小动作。这是顾总房间的备用门卡，给你一张，我留一张。周特助递给他一张房卡。周特助离开后，江南打开行李箱，整理好衣物，把娃娃放在床上。晚饭后，江南洗了个澡，换上睡衣。由于时差原因，他已经困得不行，准备休息。突然，手机响了起来。顾总，他清了清嗓音，把资料准备好，来我房间。顾盛年简短地说道。好的。江南答应了一声，挂断电话后，拿起沙发上的资料和电脑，套上一件外套，出了门。由于当地的文化差异，他没有带睡裙，只带了裤装家居服。他按响门铃，门很快打开。顾盛年站在门口，显然刚洗完澡，身上散发着清爽的气息。顾盛年撩眼看他，显然已经洗漱好的模样。打扰你休息了。江南摇头，精神饱满地笑着。没有，这次主要谈合作，是否在这个商场开全球第一家旗舰店，也要看对方给的条件。顾盛年仔细地阅读完资料，瞥了一眼时间，对江南说：我和 M 国的团队开一个简短的会议，
江南点点头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顾盛年还在书房开会，江南已经把资料整理完，他还没适应这边的时差，眼皮越来越重，抱着抱枕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顾盛年结束了会议，从书房走出来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在沙发上睡着的江南。第二天清晨，江南在睡梦中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。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环顾四周，这一看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，这并不是他的酒店房间。记忆中他昨晚还在整理资料，怎么一眨眼就睡在了这里？江南立刻下了床，走到门前猛地拉开门，正巧顾盛年从另一间卧室走出来。他今天穿得十分正式，蓝色细条纹衬衫外罩黑色马甲，打了黑色领带，散发着一股金贵的气质，仿佛一位优雅的王子。江南一时间愣住了，他从未见过顾盛年如此正式的打扮，这样的他帅气的有些过分，几乎让人窒息。他的帅气直击他的心脏，心跳不停加速。起来了，他嗓音低沉，略带磁性。江南木然地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响起了滴滴的开门声，周特助推门走进来，看到两人对视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。江南的头发有些凌乱，穿着睡衣，显然是刚睡醒。他心里一阵紧张，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赶紧关门走出去，还来得及吗？周特助，你别误会。江南急忙解释，迅速指向背后的门，我睡在这间，昨晚整理资料太累，睡着了。顾总，周特助，我先回去了。他慌慌张张地向大门走去，经过周特助身边时，点头打招呼。周特助愣愣地应了一声。会议进行得很顺利，下午已经返程。10月7日，顾盛年的生日，江南早早坐车回到了深城公寓，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，在网上搜索了无数做蛋糕的教程。经过1个下午的努力，终于烤出了一个完美的蛋糕胚。他用心地将奶油均匀涂抹在蛋糕上，再小心翼翼地放上新鲜的水果作为点缀。当最后一道工序完成时，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时间已经指向7点。这时手机轻轻震动，顾盛年发来的信息映入眼帘，预计8点到。顾盛年不喜欢甜食，所以江南特意备了长寿面。当一切准备妥当后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江南的心跳瞬间加速。他从沙发上迅速站起，深吸了几口气来缓解紧张的情绪，才走向门口。门一开，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。江南愣住了。魏景深和司机正搀扶着喝醉酒的顾盛年，他的脸色潮红，双眼紧闭，完全醉得不省人事。这家伙刚到生日会现场就想跑，结果被灌了整整1瓶威士忌。魏景深有些无奈地说道。他继续说道，顾总酒量其实不错，喝1瓶没啥问题，但今天他喝得太急了。魏景深把顾盛年搭在江南肩膀上，我把他交给你了。说完，他拉着司机匆匆离开，留下江南和醉倒的顾盛年。喂！江南喊了一声，却没人回应。顾盛年完全失去了意识，整个人无力地搭在江南身上。江南怕他摔倒，下意识地抱紧了他。突然，他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柔软的唇瓣轻轻贴在了他的肩膀上。那一瞬间，江南的心跳仿佛漏掉了一拍，他有些惊慌失措地低下头。他不停地深呼吸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心中的悸动却愈加难以平复。直到顾盛年像一滩烂泥一样瘫软下滑，江南猛地用力抱紧了他，两副身躯紧密相贴。江南清晰地感受到他微弱的呼吸和心跳，他的脸颊立刻烧得像火一样，热得不可思议。老板，江南低声喊道，声音有些软糯。顾盛年似乎听到有人喊他，微微张开嘴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。然而酒醉的他说话变得含糊不清，只是模糊地吐出了几个音节。什么？江南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想着要把顾盛年扶到卧室里，可是他的力气有限，再加上醉酒的体重增加，江南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勉强踏出了几步。砰！他顺着顾盛年的重力一起摔倒在沙发上，整个人倒在了他的怀里。咚咚咚咚，近在咫尺的触感让江南惊慌失措，立刻从顾盛年身上爬了起来。他慌张地跑到洗手间，用冷水冲洗了下脸，终于稍微缓解了那种悔恨的感觉。擦干脸后，拿了条湿毛巾。回到客厅，江南坐在顾盛年身旁，用毛巾轻轻地擦拭他的脸。他俯下脑袋，轻轻地在他被酒意染上淡淡绯红的脸颊上落下一个吻。酒气似乎从顾盛年的脸颊渗透到江南的唇，慢慢发酵。江南觉得自己好像也有点醉了，整个人仿佛飘了起来。顾盛年，我喜欢你，他低声说，声音轻得几乎被呼吸掩盖。顾盛年看着他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轻轻低下头，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。他的唇瓣慢慢往下移，鼻尖轻触，最终漆黑的眼眸定格在他粉嫩的唇上。他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吻了上去，动作温柔。江南闭上双眼，仰着头迎上了他的吻。顾盛年嘴角微勾，温柔的吻逐渐变得炙热，直到江南觉得脖子有些酸，轻轻后退，顾盛年才停下来，嘴角亲了亲他的嘴角，意犹未尽，缓缓松开了他。他注视着他红润的嘴唇和微微喘息的脸，眼里满是柔情。我爱你。顾盛年喉结滚动，声音低沉而性感。江南垂下头，不敢与他深邃的眼眸对视，脸颊微红的低声回应，
顾盛年嘴角扬起笑容，轻轻环住他的腰。别闹了，江南微微嗔怪道。这一声嗔怪让顾盛年心中一阵悸动，他伸手轻轻捏了捏他的脸颊。长寿面煮好了，快去吃。江南挣脱开他的怀抱，走向餐桌。顾盛年应了声，眼睛追随着他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。江南问道：好吃吗？顾盛年点点头，微笑道：好吃。江南微微皱眉，低头看着碗里软趴趴的面条，心中升起一股愧疚感。他知道这样的面条绝对不可能好吃。我试试。顾盛年夹起面条，轻轻吹了吹，然后把面条送到他嘴里。江南嚼了一口，微微皱眉，果然如他所料，面条软塌塌的，味道寡淡无比。他忽然反应过来，啊，我忘记加盐了。江南小声抱怨：都怪你啊，没加盐。顾盛年微微愣了一下，我觉得好吃啊。他完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江南无奈地看着他，担忧地问：你不会丧失了味觉吧？顾盛年从桌上的辣椒酱瓶里找了一些，试了试味道，摇头道：没有啊，辣的。江南哭笑不得，心中涌起一股自嘲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似乎真没什么做饭的天赋。顾盛年牵着他的手，抬起头凝视着他的眼睛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微笑。因为老天知道你嫁给我不需要做饭，所以没浪费这种天赋给你。江南脸上一热，害羞的别过脸，低声说道：谁要嫁给你啊？顾盛年一把将他拉进怀里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，轻轻地捏了捏他的鼻子。顾盛年坚定地低声道：除了我，你谁都不能嫁。他的眼神充满着决绝和深情。你的真命天子只能是我。江南看着他那双充满决心的眼睛，心里一阵温暖。他轻轻偏过脸，想要避开他的视线，却没想到吻汹涌而至。两人紧紧相拥，顾盛年轻轻扣住他的腰，动作炙热而急切，手指不由自主地挑起他衣服的下摆。那一瞬间，江南猛然一惊，随即下意识地推开了他，低声喊道：顾盛年，明天要早起。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耳鬓厮磨着他的耳畔，低沉的嗓音在他耳边呢喃喃喃，沙哑的声音像是深深的诱惑，也像是一道无形的束缚，让他根本无法逃脱。江南闭着眼睛回应，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唇沿着他的肩膀一路下滑，停留在他的下巴、耳根、脖颈。每一次接触都带来一阵难以言喻的悸动，而顾盛年那愈发沉重的呼吸声，似乎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，而是被这股情欲控制着。他紧紧攥着他衬衫的下摆，顾盛年再次吻上他的唇，动作愈加急迫，仿佛要将他吞噬。过了半分钟，亦或是更久，顾盛年微微离开他的唇，江南缓缓睁开双眼，与他那双漆黑如深潭的眸子对视，眼底藏着渴望与深情。顾盛年低声喘息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，喃喃：可以吗？江南迷离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忐忑，数秒后，他轻声应道：轻点。这一声低语让顾盛年几乎失控，他险些疯狂，低头再次吻了上去，动作越来越肆无忌惮。四目相对，顾盛年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，喉结滚动，随着情欲的高涨，发出了一声低沉的闷哼。江南低下头，闭上眼，回应着他愈加猛烈的吻。最终，顾盛年抱起他走向卧室，唇依然紧贴着彼此，交织着，缠绵着。进入卧室后，顾盛年将他轻轻放到床上，自己紧随其后，瞬间覆盖上去，疯狂地吻着他。此刻，顾盛年仿佛终于做到了他一直渴望的事，感受到江南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丝呼吸，他暗自感谢上天将他赐予他。